你知道蛇最害怕的动物是什么吗？你听说过蛇鹫吗？蛇，一种听上去就让人头皮发麻的冷血杀手，尤其是毒蛇，是地球上很多动物的噩梦。有时候，即便是狮子这种大型野兽，也无法避免被毒蛇杀死的命运。而自称地球最高等的动物人类，每年依然会有多达10万多人死于毒蛇的咬伤。由此可见，毒蛇绝对算得上是动物界最可怕的动物之一。然而在地球上有一些动物却丝毫不畏惧毒蛇的毒液，它们不但不畏惧，有一些还经常以毒蛇为食。本期视频，黑土就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毒蛇克星。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谢谢。第10个，野猪。俗话说蛇遇猪就得哭，这里所说的猪其实是野猪。野猪是一种分布极其广泛的杂食动物，它的适应能力极强，并且非常贪吃，只要是能吃到嘴里的东西几乎都会吃，包括毒蛇在内。野猪的防御力很强，它的皮肤厚度最高可达2厘米，并且表层还覆盖着一层浓密且坚硬的鬃毛，这些鬃毛上还掺杂着凝固的松脂，非常坚硬，有时候即便是猎枪的子弹也不容易射穿，这使得毒蛇很难用毒牙穿透野猪的皮肤，有时候即便是穿过皮肤，蛇毒也无法进入野猪的血液，因为野猪皮下的脂肪层也非常厚，这些脂肪能够有效地阻挡蛇毒进入血液，蛇毒无法进入血液，也就不能对野猪造成致命的伤害。此外，野猪的嗅觉非常灵敏，它们能够通过气味追踪到蛇的具体位置，尤其是在蛇冬眠期间，野猪经常会利用獠牙拱开泥土，将正在冬眠的蛇挖出来吃掉。面对像野猪这样的大型动物，毒蛇只能束手就擒，它们基本上无法对野猪构成威胁。第9个，走鹃。走鹃是生活在美洲的一种中型鸟类，这种鸟一般都活动在干旱的半沙漠地区。它虽然看上去其貌不扬，但却是响尾蛇的头号天敌。走鹃的体长可达62厘米，它的奔跑速度非常快，最高能达到每小时30公里。每当遇到剧毒的响尾蛇时，走鹃就犹如小孩子看到辣条一样，会迫不及待地将其捕获。走鹃的速度极快，它能够迅速躲开响尾蛇的攻击，并利用尖锐的鸟喙击打蛇的头部。响尾蛇一旦被走鹃抓住，就会遭受它的独门绝技闪电5连鞭。走鹃会通过来回摔打的方式将响尾蛇制服，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顺便将蛇的骨骼压碎，让自己更容易吃到嘴里。除了毒蛇，走鹃还会吃各种昆虫和小型哺乳动物，比如一些蝎子、蜈蚣、蜘蛛、蜥蜴甚至老鼠都在走鹃的食谱之内。第8个，巨蜥。巨蜥是现存最古老的一种生物，早在恐龙时代，它们的祖先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了。凭借着自身非凡的适应力，一直存活至今。全世界的巨蜥种类有很多，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科莫多巨蜥。这种巨蜥的体长最长可达3米，它的性情非常凶猛且暴躁，能够捕杀各种大型哺乳动物。在他们眼里，毒蛇就是一种开胃小菜，他们毫不费力就能够捕杀绝大多数的蛇类，并且能够保证自己不被毒死。大多数的巨蜥对蛇毒都具有一定的免疫力，即便是不小心被咬伤，通常并不会被毒死。反之，毒蛇一旦被巨蜥咬伤，那基本上就无力回天了。科莫多巨蜥的唾液中含有50多种不同类型的细菌，这些细菌一旦进入猎物的伤口，就会迅速引发感染，加速猎物的死亡。总之，巨蜥这种生物面对毒蛇，基本上就是降维打击，非常凶猛。第7个，短尾猫。短尾猫也叫北美山猫，它是猞猁的一种。这种猞猁原产于北美洲，主要都活动在加拿大南部到墨西哥北部的地区。它的头体长度可达 1.2 米，体重约为26斤。与大多数的猫科动物一样，短尾猫也是单独活动，领地意识很强。一旦发现有蛇类闯入它的领地，多数情况下它都选择将其干掉。眼前的短尾猫正在猎杀一条剧毒的响尾蛇。要知道，响尾蛇的攻击速度是非常快的，它携带有致命的毒液，仅需一口就足以让大多数的动物中毒身亡。不过，短尾猫的反应速度也非常出色，它能够迅速躲避响尾蛇的攻击。在捕杀蛇时，短尾猫通常会采用连续击打的方式攻击毒蛇的头部。它拥有锋利的爪子和牙齿，一旦找准机会，就会利用尖锐的爪子将蛇头按到地上，然后迅速利用犬齿贯穿毒蛇的头部，实现致命一击，相当凶猛。第6个，褐短指雕。这是一种以蛇类为主食的猛禽，它分布于非洲的中南部，是各种毒蛇最怕遇到的鸟类之一。褐短指雕也叫灰短指雕，这种猛禽的全身为褐色，它的体长为78厘米，翼展最长可达1.85米。与其他猛禽一样，褐短指雕拥有一双力量极大的爪子，并且它的整个腿部长有一层天然的保护层，腿上的外皮很厚，可以有效地抵挡毒蛇的攻击。褐短指雕的捕猎手段非常高超，即便是拥有剧毒的黑曼巴蛇，也无法逃脱被它吃掉的命运。
它们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空中翱翔，当发现蛇之后，就会迅速转换姿态，通过俯冲的方式冲向目标，然后利用强有力的爪子将猎物死死的抓住。一些较小的蛇类，褐短指雕仅需要通过爪子就能将其压碎，而面对一些较大的毒蛇时，它就会利用锋利的鸟喙将其杀死。这种猛禽的大部分食物来源都是以蛇类为主，相当凶猛。第5个，刺猬。你绝对想不到，小小的刺猬也是蛇的天敌之一。无论是毒蛇还是没有毒的蟒蛇，都有可能被刺猬夺去生命。当刺猬遇到蛇时，它们会想尽办法激怒蛇。此时蛇一旦对刺猬发起攻击，就正好中了刺猬的圈套。因为蛇的每次攻击都会被刺猬背部的尖刺扎伤，几轮下来，蛇的嘴巴里就会布满尖刺。刺猬几乎不用动手，蛇就会自己将自己折磨死。等攻击自己的毒蛇浑身是伤之后，刺猬就会瞅准时机，迅速趴到蛇的身上，利用牙齿咬穿蛇的脊椎骨，然后一点一点的将蛇吃掉。另外就是刺猬的体内有一种抗出血因子，这种物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刺猬抵抗某些生物毒素，包括蛇毒在内。不过它对蛇毒只是有一定的抵抗力，并不是完全免疫，如果被咬的次数过多，也会被毒死。第4个，蛇雕。单从名字就不难判断出，它是猎蛇的一把好手。蛇雕共有21个亚种，它们主要都分布在亚洲的热带地区，主要以各种爬行动物为食，尤其是蛇。要知道，蛇这种动物浑身都是鳞片，它的皮肤表面非常光滑，很难抓住。而且即便是抓住了一部分，它细长的身体也会来回缠绕，一个不小心就会被咬伤。这种特征对于很多动物来说都是极大的挑战。也正是因此，在野外以蛇为食的动物并不多见。然而，蛇雕的身体构造似乎专为猎食而生。蛇雕的脚趾上覆盖着一层非常坚硬的鳞片，这些鳞片具有很强的抓力，不仅能够抵御毒蛇的攻击，还能够轻易地抓住光滑的毒蛇身体。毒蛇一旦被蛇雕抓住，基本上必死无疑。蛇雕嘴巴的咬合力非常强，它足以一口咬碎大多数蛇类的头骨。如果遇到一些体型较大的蛇类，蛇雕就会将它抓到空中，然后找个坚硬的地面丢下来将其摔死，非常聪明。第3个，蛇鹫。这是生活在非洲大陆的一种猎蛇高手。蛇鹫是一种大型猛禽，它的身高可达 1.3 米，有着鹰一样的身体和鹤一样的长腿。它的腿部跟蛇雕一样，也覆盖了一层厚厚的角质层。这些角质层就如同一层层厚厚的铠甲一样，可以任凭毒蛇啃咬，防御力极强。与大多数的猛禽不同，蛇鹫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地面上溜达，只有到了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才会飞到3800米的高空调节体温。当地面温度降低，它就会再次返回地面溜达，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各种蛇类和其他动物。蛇鹫在捕杀毒蛇时，主要就是利用那双长腿对其进行踩踏，借助自身的身高优势，可以避免遭到毒蛇的缠绕。如果实在踩不死，它就会使用大多数猛禽的老办法，将蛇带到高空，然后丢下去摔死。在非洲地区，当地人对蛇鹫非常尊敬，因为它不仅外貌引人注目，而且还能够驱赶害虫和毒蛇。在南非地区，人们认为蛇鹫这种捕杀蛇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人类免受毒蛇的侵害，因此蛇鹫的图腾也被南非人刻画在一些邮票和国徽上，代表着守护的意思。第2个，蜜獾。蜜獾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平头哥。要知道，但凡是名字后面带上哥的动物，都是相当凶悍的。比如生活在非洲的猎狗，靠着一身的掏肛绝技和惊人的咬合力，被人们称为非洲2哥。再有就是非洲野犬，非洲野犬因其绝佳的捕食方式和生活策略，成功的在野兽横行的非洲大陆占有一席之地，被人们誉为非洲3哥。而蜜獾则是靠着无所畏惧的精神，敢独自对抗比自身大很多倍的狮子和猎狗。它们身上表现出的那种胆大坚韧的性情，被人们尊称为平头哥。蜜獾主要就是靠着无所畏惧的性格闻名于世，它们除了敢于同狮子搏斗，还能够轻易的捕获各种剧毒毒蛇。即便是让狮子都闻风丧胆的黑曼巴蛇，在蜜獾的眼里就犹如一根正宗的河北安徽牛肉板面一样，想吃就吃，毫不畏惧。它们之所以敢捕杀蛇，主要就是出自自身对蛇毒的抵抗力和绝佳的防御力。蜜獾的皮肤非常厚实，普通的毒蛇根本就咬不穿它的外皮，有时候即便是被咬穿，蛇毒在蜜獾的体内很快也会被稀释掉，它的身体对蛇毒有一定的免疫力。总之，毒蛇在蜜獾的眼里就犹如一根根带刺的辣条一样，丝毫没有半点恐惧可言。再有就是千万不要想着养一只蜜獾用来保护自己不受毒蛇的侵害，要知道在蜜獾的眼里，狮子老虎它都不放在眼里，人类更是无法将它驯服。所以说在野外遇到蜜獾，实际上比遇到毒蛇一样可怕，因为它会毫不犹豫地对任何人发起攻击，相当凶猛。第1个，灰獴。
灰獴也叫蛇獴，在很多动物爱好者的嘴里，它也被尊称为猛哥。要说蛇类的天敌究竟是哪位，那就非眼前的灰獴莫属了。灰獴是原产于印度次大陆的一种猫鼬，它通常都活动在一些开阔的森林地带和灌木丛中。这种生物的体型不大，体长通常也就在40厘米左右，体重约为8斤。就是这么一种小动物，却是毒蛇的头号天敌。灰獴的体内有一种名为乙酰胆碱的受体，这种物质能够与蛇毒结合，让灰獴对蛇毒免疫。注意，是免疫。毒蛇的毒液注入到灰獴的身上起不到任何作用，它的抗毒能力很强，外加上灰獴的敏捷性极强，它的反应速度比毒蛇要高出很多倍，能够轻易的躲避毒蛇的攻击。总之，灰獴这种动物天生就是各类毒蛇的克星，除了吃蛇，它还会捕杀各种害虫，比如老鼠、蜥蜴、蜈蚣、蝎子以及各种昆虫都是灰獴的捕杀对象。在一些毒蛇活动较为频繁的地区，一些人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毒蛇的侵害，还特意将灰獴当作宠物饲养。它的寿命与大多数的宠物犬差不多，在圈养的条件下，寿命最长可达12年。如果你害怕毒蛇，那么拥有一只蛇獴将会为你带来极大的安全感。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在野外遇到熊究竟该怎么办？躺在地上装死到底有没有用？这个问题听上去似乎与你没有关系，毕竟大多数人并没有生活在原始森林里，所以遇到熊的概率也非常渺茫。但我要告诉你的是，即便是到了今天，在我们国家依然有上万只野生的熊活动在野外，所以说只要遇到一次，就有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的一生。要知道，熊是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动物之一，它们的外观虽然看上去呆萌可爱，但实际上它们与老虎一样危险。千万不要以为动画片里的熊都是非常善良的，现实世界里的熊可怕程度其实远在你我的意料之外。本期视频，黑兔就带各位领导一起深入了解一下陆地上最危险的动物之一——熊。大家好，我是黑兔，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谢谢。熊这种动物由于长相过于呆萌，所以就特别容易招人喜爱，尤其是当它们做出一些模仿人类的动作时，看上去会更加可爱。但你千万不要天真的以为熊这一系列行为是为了逗你开心，它们有时候向你招手的真实目的可能是为了吃掉你。据说在大雾天气，有些熊就会在路边朝着过往的汽车招手，远看上去就跟一个人在路边拦车一样。这时候你如果贸然靠近，很有可能就会沦为它的盘中餐。它们模仿人类的能力非常强，有时候它们还会在半夜闯入人类的房子敲门，甚至按门铃去诱骗你开门。总之，熊这种生物是一种非常狡猾的动物，它们的智商几乎堪比高等灵长类动物，它们的记忆力非常敏锐，一头成年的棕熊可以记住10年之内发生的任何事情，无论是人脸还是地点，它们都可以牢牢地记在心里。这就意味着你如果欺负过一只熊，或者对它造成过伤害，那么它们就很有可能会记住你，然后伺机进行报复。所以说，遇到熊千万不要招惹它，也不要对其进行投喂，因为你投喂过它一次，它很有可能就会记住你，然后顺着味道找到你。这一点并不是危言耸听，要知道熊的嗅觉是非常灵敏的，它的嗅觉大约是人类的2000多倍。熊可以借助风检测到30公里开外的动物尸体，这也就意味着你即便距离它30公里开外，它也有可能会找到你。再有就是它的战斗力，千万不要怀疑任何一只熊的杀伤力，无论是体型、力量、速度还是防御力，熊都算得上是野兽界的杀戮机器。尤其是棕熊和北极熊，一头成年棕熊的体重可达1吨以上，它们双腿站立起来的高度接近3米。巨大的体型赋予了棕熊极其强大的爆发力，它一掌打下去的力量可以达到 1.6 吨，咬合力也高达半吨以上。面对人类，它仅需要一次击打或者一次咬伤，就足以瞬间秒杀一个成年男性。那么在野外遇到熊，究竟用什么办法才能让我们安全脱身呢？当遇到熊之后，第一时间千万不要慌张，首先要做的就是让自己保持冷静，然后分辨出你遇到的熊究竟是哪种熊。熊的种类有很多，面对不同种类的熊，需要运用不同的生存策略。生活在我们国家的有大熊猫、亚洲黑熊、棕熊和马来熊。这4种熊里面最大的就是棕熊。棕熊主要的分布在我们国家的高原地区，大多数仅出现在新疆、西藏、青海和东北地区。遇到棕熊之后，千万不要掉头就跑，因为这种做法可能会激发棕熊的捕猎本能。你跑得越快，它可能追得越狠。最重要的一点是你根本就跑不过它。棕熊虽然看上去笨重，但它们的奔跑速度最快也可以达到每小时50多公里，并且它们的耐力极强，单靠奔跑你基本上毫无胜算。此时最佳的做法就是保持冷静，然后缓慢的后退。如果棕熊没有向你冲过来，那么就继续后退到安全的地方。反正如果棕熊发现你了，并且朝你冲过来，你可以将自己的背包或者食物以及其他的一些能够吸引棕熊注意力的东西丢到它面前，分散它的注意，为自己争取逃跑时间。
如果此时你身上没有什么可丢的东西，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你能做的就是张开手臂，然后大声嘶吼。你可以大声的问候他，通过气势将他吓退。如果此时棕熊并没有退缩，已经对你发起攻击，那就尽量的用双手抱住头，平趴在地上保持不动。毕竟棕熊不是纯食肉动物，它对人肉并不感兴趣。趴在地上装死，熊可能会认为你不再是威胁，从而停止对你继续攻击。等熊离开后，需要过一段时间确认棕熊走远后再起身撤退。如果着急撤退，很有可能会引来棕熊的第二轮攻击。当然了，这种办法并不是100%有效。如果遇到的是一头非常饥饿的棕熊，那么即便是装死，也有可能被它吃掉。其实，在野外遇到熊最佳的办法就是使用防熊喷雾。防熊喷雾的主要成分为辣椒素，这种东西喷到熊的面部时，会对其造成非常严重的灼烧剧痛，并且可以让其产生短暂的失明。一般防熊喷雾的有效喷射距离为4到9米。当它接近你时，你如果有防熊喷雾，那么生还的几率还是非常高的。另外一个就是亚洲黑熊，亚洲黑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黑瞎子。这种熊的体型虽然没有棕熊那么大，但危险程度却要远胜于棕熊。如果你在野外遇到的是亚洲黑熊，那么装死就毫无意义了，因为亚洲黑熊有吃腐肉的习惯，在它面前装死，那就相当于白送给它一顿大餐。遇到黑熊之后，不要掉头就跑，也不能装死，更不能爬树，因为这个家伙比你更会爬树，而且它还会游泳。面对黑熊，我们能做的就是冷静，记住千万不要掉头就跑，因为突然奔跑会激发熊的追逐本能。原本它可能没打算攻击你，但你这一跑，极有可能会让它变得更加狂躁。所以记住，一定不要掉头就跑，要做的就是缓慢后退，避免和它有眼神接触。如果它试图靠近你，有防熊喷雾就用防熊喷雾，没有防熊喷雾就张开双手让自己看起来更大，然后对它大声嘶吼。挥舞手臂大声吼叫，可以对黑熊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有可能会将它吓跑。如果以上的策略都行不通，这头熊还是扑向了你，那一定要利用好周围的障碍物，比如一些树木和周围的岩石，都可以当做你的临时护盾。大多数情况下，以上的那些步骤都可以将熊吓跑，因为熊的胆子实际上是很小的，只要你不主动去挑衅它，或者距离它的幼崽太近，那么熊一般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类的。第三个你可能会遇到的熊就是大熊猫了，因为马来熊虽然在我们国家也有分布，但是数量非常稀少，你碰到的几率也非常渺茫，但是偶遇野生的大熊猫还是有可能的。截止到2024年，野生大熊猫的数量已经从80年代的1000多只增长到了近1900只，其中80%都分布在四川境内。你如果有幸在野外遇到一只野生的大熊猫，一定要克制自己激动的心情，千万不要想着上去摸它或者靠近拍照，千万不要忘了，大熊猫虽然可爱，但它是一头熊。野生的熊猫与其他的熊一样，也具有攻击性。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特异功能究竟存不存在？你真的以为这个世界上没有超自然能力吗？相信很多领导小时候都不止一次的幻想过自己有超能力。这些超出科学范畴之内的想法，听上去虽然不切实际，但在动物们的身上却真实存在。比如有些动物天生就带有感应能力，有些动物带有夜视能力，还有些动物则带有非常拉风的电击能力。眼前的这头鳄鱼正在经历一条拥有800多伏电压的电鳗攻击。电鳗被人们称之为水中的高压线，它的放电能力极强。鳄鱼在触碰到电鳗的这一刻就已经丧失生命体征了。除了电鳗，世界上其实还有很多种具有放电甚至会使用电的动物，其中有一些用手摸一下就能让我们一命呜呼，非常危险。本期视频，黑兔就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自然界的10种具有放电能力的生物。大家好，我是黑兔，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谢谢。第10个，蜘蛛。你可能很难相信，蜘蛛其实也会飞。蜘蛛虽然没有翅膀，但它们却可以飞到3000多米的高空，这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事实的确如此。一直以来，科学家普遍都认为漂浮在半空中的蜘蛛是借助风力被吹上去的。然而近些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即便是在没有风的环境下，蜘蛛依然能够实现飞行，这一切都归功于它们对电场的感知能力。也就是说，蜘蛛可以感知到周围的电场，并且能够利用电场去实现飞行。我们都知道，地球的大气中弥漫着正电荷，而地球表面则带有负电荷，两种电荷具有同性相斥的作用。当两个一样的电荷靠近之后，就会相互产生一种排斥力，而蜘蛛就是利用这种排斥力实现飞行的。它向外吐出的蛛丝带有负电荷，每次飞行时，蜘蛛会首先在地面上吐出一根蛛丝，用来固定身体，然后再向空中吐出很多根带有负电荷的蛛丝。当这些蛛丝中的负电荷产生的排斥力大于地球的引力时，再把用来固定地面的蛛丝切断，就可以实现飞行了，非常聪明。第9个，针眼。
你没有听错，我也没有念错，眼前的这个浑身长满尖刺的小家伙就是针眼。针眼的外观看上去虽然与刺猬很像，但它实际上与刺猬并没有半毛钱关系。这种生物仅分布在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它们嘴里没有牙齿，大部分食物来源都是蚂蚁，因此针眼也叫刺食蚁兽。在捕获蚂蚁时，它仅需要将自己的尖嘴放在洞口，不用眼睛看，就可以精准地定位到洞穴内蚂蚁的位置，然后将它们吃掉。这主要归功于它鼻子上的上千个电感器官。这个电感器官能敏锐地感知到其他动物向外散发的电信号，通过电信号，它就能精准地定位到每一只蚂蚁。这种电感应能力使得针眼的捕食手段非常高效。除此之外，针眼更让人惊讶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生殖系统。雄性针眼长有4个生殖器，雌性针眼也长有3个生殖道。这种独特的生理构造能够帮助针眼在交配时可以轮流使用，大大的提高了怀孕的成功率，相当威猛。第8个，鸭嘴兽。这是澳大利亚独有的一种半水生哺乳动物，它早在6000多万年前就已经生活在地球上了。鸭嘴兽长有一个鸭子的嘴巴和水獭的身体，看上去非常可爱，但你千万不要被它的外表所迷惑了。雄性鸭嘴兽的脚掌下方隐藏着一个带有剧毒的倒刺，一旦被它蛰伤，极有可能会威胁到生命，即便是侥幸不死，也会忍受长达几天甚至几个月的剧痛。这种生物主要都活动在澳大利亚的东部地区，一般都栖息在一些河流和湖泊中。它的体型虽然不大，但食量却非常惊人。一只鸭嘴兽一天所消耗的食物大约和它自身的体重相等，非常能吃。它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除了用来睡觉，就是在找东西吃。在捕猎时，鸭嘴兽不依靠视觉，也不需要嗅觉，它仅需要那个像鸭子一样的嘴巴，就能感知到周围的一切事物。它的嘴巴上拥有多达4万多个电感应受体，整个嘴巴就类似于一个雷达一样，即便是闭着眼睛，都能感受到周围的环境。在黑暗浑浊的水下，它就是依靠这种独特的感应能力去定位和捕捉猎物的。第7个，象鼻鱼。这是生活在非洲刚果河流域的一种鱼类，它全身乌黑，长有一个类似于象鼻子的嘴巴，看上去非常奇特。这种鱼的身上也带有发电器官，它通过尾部的电器官向外产生电脉冲，然后通过皮肤上微小的电感受器接收反射回来的电场波动，从而感知到周围的环境。如果遇到了猎物，电信号就会发生变化，象鼻鱼就能够快速的找到猎物。它的发电器官就类似于我们的电子雷达一样，可以扫描到周围的环境变化。如果遇到一些大鱼或者危险来临，象鼻鱼也能够提前感知到。再有就是这种鱼虽然能发电，但它发出的电压仅为2伏特左右，非常微弱，所以你不用担心它会电到你。第6个，尼罗河魔鬼鱼。这是分布于尼罗河的一种大型鱼类，尼罗河魔鬼鱼也叫裸臀鱼，它的体长可达 1.5 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38斤。这种鱼性情凶猛，攻击性极强，它的嘴里长有非常锋利的牙齿，一口下去可以直接将一些小型鱼类拦腰斩断。这种鱼主要都分布在非洲的尼罗河流域，这里的水质非常浑浊，单纯的依靠视力是根本无法满足它们的捕猎需求的。因此，尼罗河魔鬼鱼的身上也带有发电器官，这些器官能释放出微弱的电流，利用这些电流，它就可以在浑浊的河水下感知到周围的环境和猎物。它与象鼻鱼一样，向外发出的电压非常低，我们用肉体几乎感觉不到。第5个，魔鬼刀鱼。这是生活在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的一种光背电鳗。这种鱼全身漆黑如墨，整体看上去就犹如一把黑色的长刀一样，造型非常奇特。它主要都在夜间活动，白天一般都躲藏在一些幽暗的水草中。一旦夜幕降临，周围的光线消失，魔鬼刀鱼就会摆动着它那犹如幽灵般的身体出门捕猎。由于长期在夜间活动，它的眼睛几乎已经退化，基本上看不到任何东西。但这并不会影响到它的正常生活，因为魔鬼刀鱼也具有雷达一样的放电器官，它的身体也能向外产生微弱的电流，用来探测周围的环境。即便在黑暗中，它们也能灵活地捕杀猎物。第4个，占星鱼。这个就比较危险了，它不但能放出50伏的电击，还带有剧毒。占星鱼的种类有很多，它们遍布世界各地的海洋里，通常都生活在水下200到300米深的海域。它的2个眼睛位于头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上去，这条鱼给人的感觉都像是在看星星一样，所以人们给这种鱼起名为占星鱼。它的性情就犹如它的外表一样，非常凶猛。占星鱼经常会将自己埋在沙子里，只将2个眼睛和嘴巴微微露出。一旦有猎物靠近，它的2个眼睛就会向外产生50伏的电压，将猎物击晕，然后张开大嘴将猎物吃到嘴里。除此之外，它的背部还长有2根毒刺，能够向外分泌毒液。如果不小心用脚踩到，也会有致命的危险。对于人类来说，无论是被它电到，还是被它的毒刺蛰到，都会产生一定的危险。所以在海边如果遇到这种鱼，千万不要掉以轻心。第3个，电鳐。眼前的这个形状犹如大扇子一样的动物就是电鳐。
这种生物的体长最大可以长到2米，它的种类有很多，外形大致都长这个样子，但是颜色各有不同。电鳐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海洋沿岸，通常都出现在一些浅海水域。这种鱼行动迟缓，主要利用尾部的尾巴推动自己前进，但你千万不要觉得它走得慢就想着要把它抓起来，因为这一举动很有可能让你命丧黄泉。电鳐的身上长有多达200万个电板，这些电板在神经脉冲的作用下，可以向外释放最高200多伏的电压。这种电压早已超过了人体所能承受的安全电压范围，这意味着它所放出的电流足以对一个成年人类造成致命的伤害。在捕猎时，电鳐就是利用这种发电器官向外发出强电流，将附近的小鱼小虾电死，然后再慢慢的吃掉。更夸张的是，电鳐能够自己掌握放电的强度和时间。如果对付一些小鱼，它就会降低电压的强度；面对一些大家伙，或者当自己遇到威胁时，它就会鼓足电力，狠狠地将对方电晕，甚至电死，相当厉害。第二个，电鲶。单从外观看上去，它与普通的鲶鱼并没有太大的差别，都是嘴巴上长了几根大胡子，炖着吃应该味道不错。但如果你真的遇到一条电鲶，我劝你最好立刻远离它，因为电鲶的威力比电鳐更加恐怖。上面我们提到过，电鳐的身上有200万个发电板，而电鲶的身上则有多达500万个发电板。它的头部为正极，尾部为负极。当它活动在水中时，无论触碰到电鲶的任何部位，都会向外产生一股强大的电流。电鲶的放电电压最高可以达到450伏，这种威力足以将一个成年壮汉当场电死。这种生物原产于非洲的尼罗河以及刚果河流域，它们通常都潜伏在河底的阴暗处，昼伏夜出，白天歇着，到了晚上出门放电搞点吃的，然后就回去休息了。千万不要怀疑它的电击能力，一只成年的电鲶鼓足电力，能够直接将一头鳄鱼当场电死，人类更是不在话下，非常危险。第一个，电鳗。电鳗是人类已知放电能力最强的淡水鱼，它一次向外释放的电压强度最高可达800伏，这种电压强度足以电死一头牛。电鳗生活在危机四伏的亚马逊河流域，它的体长可达 2.5 米，体重约为40斤。电鳗的身体两侧长有上万个肌肉薄片，这些薄片就类似于一个个小电池一样，每一片都能向外产生150毫伏的电压。当上万个薄片串联起来，就可以向外释放很强的电压。体型越大的电鳗，向外释放的电压也就越强。它在攻击猎物时几乎都用不上物理攻击，仅需要在附近放一次电，就能电死周围的大部分鱼类。它的攻击范围对于人类来说是6米，也就是说只要在6米之内，即便是没有接触，电鳗也能将一个成年人类电晕。要知道，在亚马逊河里，电晕基本上跟电死差不多。鱼倒在水中，即便是没被电死，也会被淹死。侥幸一些没有被淹死，也会被亚马逊河里的各种生物给咬死，比如食人鱼、森蚺以及各种凶猛的食肉水生物，都可以对我们的生命构成威胁，相当可怕。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图点个赞，谢谢。